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中国支持召开乌克兰和平会议，所有方平等参与并公平讨论所有和平方案。中国愿意继续发挥作用，提供中国智慧以协助解决危机。接下来，索尼集团提议收购派拉蒙环球，引发融资担忧，导致股价暴跌近3个月。投资者担心索尼的财务状况，因为交易规模大于索尼的现金储备。让我们关注瑞士信贷收购后，瑞银一季度净利润18亿美元，超预期，总成本节约达50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，恰逢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轰炸事件25周年。该事件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，但促进了中塞两国的关系。塞尔维亚表示支持中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，并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，而中国则成为塞尔维亚的主要投资来源。让我们关注日本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，因日本央行维持债券购买规模不变。投资者关注本周稍晚央行意见摘要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3个基点至 0.870%。投资者谨慎对待周四发布的4月份日本央行会议意见摘要，可能暗示其政策前景和缩减债券购买的计划。接下来，香港对冲基金 Signatur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创始人 Simon Sadler 及其前交易员被指控内幕交易。该基金在亚洲帮助华尔街银行抛售股票，曾是一个表现出色的市场，但其内部却存在着高压的工作文化。下一条，任天堂预测2025年3月结束的财年将售出1350万台 Switch 游戏机。公司计划通过热销游戏延长 Switch 的生命周期，但今年新游戏数量较少。接下来，受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降息预期增强影响，欧元区债券收益率连续第4个交易日下跌，因美国上周五公布疲弱的就业数据。接下来这条， Palantir 股票在盘后交易中下跌，原因是市场对该公司略微提高的年销售增长预期不感兴趣。此前其股价在去年已上涨2倍。接下来，埃隆马斯克在备受期待的第27届米尔肯全球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太空探索、低出生率、言论自由和太空中的人工智能的30分钟演讲。他避谈特斯拉 X 前身为 Twitter 及其引发的争议，反而表示如果注定会死，那死在火星也不错，我想在死前探索一番。接下来这条，波音公司因737 MAX 事故陷入危机，而今又因787型客机制造质量问题遭遇美国联邦航空局调查，工厂检查不合格、记录造假等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其质量和安全性的担忧。接下来，瑞士信贷第1季度利润大幅超出预期，宣布维持未来3年股票回购计划，股价大涨 8%， 创2023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。尽管瑞士政府提议提高资本要求，但该行仍将继续进行回购。接下来，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投资 Wave Technologies 10.5亿美元，用于自动驾驶技术开发。该公司计划将该技术集成到汽车中，而不是自己拥有或运营汽车。最后一条是，美联储降息预期和企业业绩向好提振股市和债市。STOXX 600指数创于月新高，美股期货持稳。欧股企业1季度业绩好于预期，推动投资者信心。分析师认为，收益增长加上潜在降息，将提振未来收益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